使用这张金色卡牌，我就能获得10亿年修为，从此便能无敌于修仙界。可我却偏偏选了使自己无法修炼的黑色卡牌，搞得我每天不是喝茶散步，就是赏花看小师妹。众人皆骂我是个不求上进的废物，就连长老讲课时都拿我当反面教材。可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，我在3年后将一鸣惊人。不久之前，我在修炼出自己的第一道法力时，激活了海克斯强化的选择。一块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光幕上，漂浮出了3张卡片。从3张卡牌之中选其一，就能获得对应的奖励。而作为一名资深云顶之翼兼金铲铲玩家，我对海克斯可太熟悉了。在短暂的惊讶之后，我发现第一条虽然很诱人，但前置条件太高。第二个天降金币倒是一个很不错的经济类海克斯，可问题是第3个可是开摆，这乃是最顶级的开局海克斯之一。等待3年就能直接提升3个小境界，从炼器1层直接突破至炼器4层。根据教习的说法，普通弟子往往需要苦修5年以上才有希望达到，更别说开摆还一次性奖励足足200块灵石。我如今1年的收入也不过才6块灵石罢了。思忖一番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3个海克斯开摆。时间一晃3年过去，如今就只差最后一天了。这一大早，我抢先来到传法堂，坐在了第一排正中间的蒲团上。我这个选择可有大讲究，据说50年前曾有位弟子在这个蒲团上突然悟道。直入炼器后期，我也打算借地行事，致敬那位师兄来个顿悟。不多时，姗姗来迟的教习吴老头一眼看到了我，他惊得甚至回头看了眼太阳，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？哎呦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您来上课。教习，弟子自觉往日荒废光阴实乃大错，从今日开始，弟子将改过自新，刻苦向上。吴老头点点头，一脸平静地回到了讲桌前。然而就在他讲课没多久，后方突然响起惊呼声。只见杂役风风头正盛的新人天才秦风闭目凝神，身周灵气涌动，气息猛然一窜，竟成功突破到了炼器4层。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位秦风师弟7天前才刚突破炼器3层，眼下居然又突破，属实天赋异禀。快，你们都赶紧打坐修炼，借这个机会感悟气机的变动。吴老头连忙招呼众弟子，我立刻专心致志开始打坐，满脸虔诚。好机会啊，趁机假装顿悟，这下跟着突破是不是也显合情合理了？然而几息之后，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。原来如此。随着一道骇人气息爆发，红裙少女江思璇面带微笑，手中握着一块灵石，她周身竟散发着滚滚热浪，逼退了周遭数名弟子。是她，江思璇江家嫡女的家传活法果然霸道，光气息就比基础吐纳法强出数倍。吴老头看着他们，连连点头。好好好。我忍不住暗自吐槽，怎么他也突破了？难不成你们的3年之期也是今天？此时已至辰时3刻，我丹田内那唯一的法力忽生灵性，自行沿路线游走起来。短短10息之内，我从炼器1层直入炼器4层，周身气息暴涨3次，动静远超前2人。刚还在思考怎么给上面报喜的吴老头，猛然感受到这股威压，手一抖，直接拔下了一根胡须。他定睛死盯过来，居然是你顿悟的！吴老头彻底不淡定了。那2人好歹是仙道天才和家族嫡女，你小子天天不修炼，怎么也顿悟了？众弟子更是目瞪口呆，而秦风也把目光转而投向了我，神色复杂的将我视为了深藏不露的对手。此时江思璇同样在注视我，他敏锐地注意到我身边的灵气似乎有些不太充足，竟主动停下感悟，取出灵石，用自身法力强行引导出灵气，作为我的补充。在干枯的杂役风连聚6道法力，稳固境界谈何容易？就在我艰难吸纳之际，身旁陡然多出的温暖灵气让我骤然一松。半刻钟后，我成功凝聚8道法力，彻底稳住境界。一睁眼，入目便是一截雪白的皓腕。江思璇手中正紧握着2块已消耗殆尽的灵石，我当即拱手道谢：“在下陆离，多谢江小姐援助，今日身上没带灵石，稍后一定加倍偿还。”那也不必，这灵石本就不是陆师兄开口借的，何来还这一说？江思璇嫣然一笑。只是今日恰好一同突破，甚是巧合，便想跟陆师兄交个朋友。说着，他眸光转向秦风。当然还有秦师弟，今晚有时我会在山下白玉斋设宴，与几位同族的兄弟姐妹庆祝。陆师兄，秦师弟可愿意赏脸？见秦风答应下来，我也没多想，便答应同去。风波平息，吴老头派人上报管事，通传接我们3人作为内门种子去分院，随后才继续讲课。而此刻，我已将注意力死死盯在了面前那道新弹出的光幕上，跟上次一样，漂浮着3张新卡牌。第1张公里圆弧，击杀敌人时回复1成法力；第2张冒险举动，损失20年寿命，但会在7年后获得700块灵石；第3张羽量级选手黄级功法的修炼速度增加10倍，黄级法术威力提升10倍。
直接略过搏命和好寿选项，我的目光锁定了第3个海克斯。功法分天地玄黄，黄级本就修炼简单，再加快10倍速度，修行进度还不得一日千里。何况还有那恐怖的10倍法术威力加持。而且要是自己没记错的话，玄级和黄级功法之间通常只有2-3倍左右的战力差距。有了10倍法术威力加持，我就算选黄级功法，也能稳压玄级一头。想通这点，我果断敲定了第3个海克斯。片刻后早课结束，其他弟子散去，只留下了我们3人。吴老头沉声叮嘱：炼气中期开始，每突破1层都要炼化3道法力，很多弟子花10年8年才能摸到炼气6层的门槛。你们去了分院，绝不能懈怠，务必勤学苦练。我们连忙点头应下。话音刚落，穿青色长衫的陈管事走了进来。午教席就是这3位突破的弟子。正式给你们介绍，这是2分院的陈管事兼分院教习。我们3人齐声行礼。陈管事好。陈管事上下扫了我们一圈，打趣道：当初赵安在炼气1层蹲了3年，靠一株紫兰枝升了9分院，没想到才半年，又出了个直入炼气中期的幸运儿。陆离，我听说过你。不等我接话，他大手一挥：走，先跟我去领功法，分院规矩边走边说。路上他问我们想选什么宗门术务，秦风当即开口：我选炼丹堂。江思璇紧随其后。我去采石坊。陈管事愣了下，转头看向我：你呢？我种了3年灵田，熟门熟路，直接回道：我想继续种灵田。他眼神瞬间淡了，显然把我归成了没天资、没背景、全靠运气的普通弟子。到了2分院藏经阁，陈管事交代：1层杂书，2层黄级功法，3层玄级功法。选功法关乎道途，都仔细挑。秦风和江思璇直奔3楼玄级功法区，我却停在了2楼。翻遍全场，我锁定了氧气吐纳法，全2楼唯一能降低突破瓶颈的功法，能提升1成炼气后期的突破成功率。我盯着功法眼睛发亮，要是羽量级选手的10倍效果能作用在功法特性上，我直接捡到大宝。对我来说，境界突破越快就能拿到越多海克斯，其他全是虚的。等我拿着黄级功法出来，秦风和江思璇早已等在门口，2人对视一眼，满眼都是震惊。秦风想不通，他眼里悟性逆天的天才居然放着玄级功法不选，拿了本最普通的黄级功法。江思璇暗自揣测，只当我是散修出身，缺灵石缺资源，才被迫选了差一档的功法。陈管事扫了眼我手里的功法，没多说一个字。领完功法选院子，外门弟子有3大福利，可领对应进阶功法，独门独户的小院，免费下品法器。我选了东南角的一间小院，给了一个时辰收拾东西。江思璇却找上了我：陆师兄，等会儿挑法器，新弟子可以放弃量产制式法器，折价买定制款，算是个隐藏福利。我手头有富余的灵石，你要是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我记下这个情报，婉拒道：多谢师妹提醒，我自己也攒了点积蓄。他笑了笑，转身就走，显然不信我一个杂役弟子能有多少家底，只等着看我到时候露馅儿。我没什么好搬的，就是回杂役峰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把开摆奖励的200块灵石加上功绩堂存的35块全揣进了怀里，只恨没个储物袋。回分院后，陈管事一眼扫到我鼓鼓囊囊的胸口，挑眉道：哦，要自行兑换法器，那先去功绩堂挑款式。到了功绩堂，值守师兄先给我推荐了乌木旗，我问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他当即带我去看了个受损的青葫芦。这里面藏了一道青木灵器，能演化青木神将对敌，原本是中品法器，受损后只剩1个神将，威能降到炼气6层，标价280块灵石。我眼睛直接亮了，放弃制式飞剑能抵100块灵石，我只需要花180块就能拿下，以后修好了还能变回中品法器，还能参悟青木灵气加快修行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这青葫芦我要了，劳烦师兄稍等，我们管事稍后就到。值守师兄松了口气，连忙帮我办了手续，还提醒我，这葫芦修复要青木灵液，宗门库里没有，你以后多去方氏百宝楼打听。我连忙拱手道谢。没过多久，陈管事带着秦风和江思璇过来了。江思璇一进门就看到了我腰上的青葫芦，美眸里瞬间闪过一丝异彩。他早就知道这葫芦的价值，这下彻底明白我根本不是穷的没灵石的散修。放着玄级功法不选，偏偏挑黄级功法，这事就更耐人寻味了。他当即打定主意，晚上摆宴请他3哥江存刚，好好试探试探我的底细。离火坊市白玉斋江家3兄妹早已碰了头，江存刚满脸不屑，
不就是走了狗屎运？21岁的人离22岁的内门门槛只剩1年，还能翻了天？等会我拿氧气单一试，就知道他几斤几两。话没说完，小二就敲门说客人都到了。宴席上酒过3巡，江存刚直接拿出1玉盒氧气单。今天都是小妹的朋友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。这氧气单1颗就能让修行速度翻3倍，1瓶10颗就要5块零食，普通弟子根本消费不起。秦风风轻云淡，完全没当回事儿。我心里问清，这是试探，我不想卷进宗门家族的破事里，索性直接装出受宠若惊的喜色，活脱脱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修士，顺便白嫖了这瓶丹药。江存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越发笃定自己的判断。散席后，江家3兄妹复盘，江存刚笃定道：秦风身上有中品法器，来头不小，值得拉拢。至于陆离，就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废柴，既没背景也没潜力，没必要管。江如月也附和：饭桌上他连基本的宗门势力都不了解，就是个小地方出来的凡人。八妹，你多关注秦风就行。江思璇点了点头，虽然直觉总觉得我没那么简单，但还是决定不再关注我，只结个善缘就好。心里却总隐隐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机缘。外门弟子不用上早课，下午才分灵田。我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翻开氧气吐纳法就开始修行。先运行了一遍基础吐纳法找感觉，再按新功法的心法引灵气入体。下一秒我直接炸了，海量灵气疯了一样往我经脉里冲，比以往足足多了10倍。本该半个时辰跑完的小周天，我半刻钟就走完了。熟练之后还能更快，与量级选手的10倍效果，居然直接拉满了我的修炼速度。到下午位时，我已经把功法摸得透透的，把原本的法力全部转化完毕。别人要10天才能干完的活，我半天就搞定了。下午分灵田，外门弟子每人要管5亩灵田，其他弟子光是施法照料就耗光了法力，恢复起来又慢，根本没多少时间修炼。可我不一样，修炼速度快，法力恢复速度也跟着翻了10倍。照料灵田那点消耗根本不叫事，就连巡田的间隙都能抽空练一遍功法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彻底沉迷修炼，时间利用率拉满，修为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。到了分院夏季交流会，陈管事让大家交流修炼心得，我听了半天才发现别人头疼到死的灵气易散、炼化跟不上吸纳这些问题，我压根就没遇到过。我1刻钟就能吸满1丹田的灵气，别人1天前进10丈，晚上倒退5丈都心疼，我1天前进100丈，就算倒退10丈也照样遥遥领先。整场交流会我就学会了一个更好吸收氧气丹药力的技巧。回去之后，我照着这个方法把从江家白嫖来的氧气丹全吃了。第9天晚上，我运转功法时符至心灵，直接突破到了炼气5层。别人要2年半才能走完的路，我只用了2个半月。又过了2个半月，我不仅稳固了修为，甚至已经快摸到炼气6层的门槛了。我特意去公祭堂花5块零食买了瓶氧气丹，顺路去了秋季交流会。我一进门，住机境的陈管事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我的修为，唰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满脸震惊的喊：陆离，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？你怎么能突破的这么快呢？难道你也捡到了什么天才地宝？他这一喊，全场弟子都看了过来，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，跟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半年时间，从炼气4层冲到炼气5层，比宗门双灵根天才的记录还快了1个多月，更何况我只是个下品木灵根。陈管事快步走到我身边，感受着我稳定的修为，啧啧称奇，又问道：你是自行修炼，突然又顿悟了？我连忙猛点头，顺着他的话就认了下来。他直接拉着我走到台前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半年的修行方法。我人都傻了，我哪有什么方法，只能硬着头皮把前世的心灵鸡汤东拼西凑，什么碎片化时间利用，吾日三省吾身，瞎扯了一通。结果台下的师兄弟听得津津有味，一个个奉为真理，直呼学到了。台下的江思璇看着台上的我，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。他是金火双灵根，有家族全力供着资源，日夜苦修，也才刚摸到炼气5层的边。我天天要种5亩灵田，居然先一步突破了。他思来想去，只当我是为了1个月后的外门试炼，故意选了上手最快的黄级功法，玩命冲境界，想抢内门种子的名额。可他早就从家族那里知道，今年试炼改了规则，不打擂台，改成野外实战对抗灵兽。黄级功法在实战里必然要吃大亏。他摇了摇头，只觉得我这次必然要栽，彻底断了关注我的心思。转头盘算着怎么拉拢秦风。交流会结束的第2天，陈管事就找到了外门长老陈天阳，也就是他三叔。三叔，这个陆离虽然灵根差点，但是悟性不错，我觉得他有潜力，值得培养一下。芷安呐，我知道你想亲手培养几个好苗子，但是你也别太着急。你说的这个小家伙是杂木灵根。对，三叔，他虽然……
治安呐，这木灵根既不适合炼丹，也不适合炼器，他就跟咱们陈家不搭边啊。那他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师承啊？这应该也没有，我检查过了，他修行的是分院下发的黄级功法。那就没有价值吗？还是老样子，先安排家族弟子集中培养。陈天阳一锤定音，反正过段时间就是外门试炼，要获得额外资源扶持，就看他自己在试炼中的表现，自己争取。你不去为难他，就已经是他的造化。真要是有福气加身，他自然抓得住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我短短半年内接连顿悟的事情，也传到了其余分院中，引发了不少外门弟子的讨论。先是赵安天天捡天才地宝，又是这陆离半年连顿悟2次，啥时候能轮到我？你们说他俩谁先入内门？赵安都炼气6层了，他那全靠运气，根基不稳，指不定要卡个3、5年。下个月擂台赛，你要不要争个内门种子？算了吧，我哪是那些师兄的对手？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2分院的陆离吗？真在灵田里打坐。我刚施完小云雨术，正盘在灵田旁的柳树下运功。自打交流会后，我接连突破的事就成了外门的谈资，天天有人路过对着我指指点点。一开始我还不自在，后来索性装看不见。没几天他们没了新仙界，我总算能回归修炼。没过多久，陈管事找上门，问我要不要换门玄机功法。他能做主，我想都没想就拒了。多谢管事关心，弟子觉得手头的功法就挺好，不麻烦了。没人知道我身上的海克斯强化只对黄级功法有用，连基础吐纳法都沾不上边。用基础功法回蓝要2个时辰，可黄级的氧气吐纳法靠着海克斯能10倍速回蓝，这种爽感就算给我地级功法我都不换。陈管事满脸遗憾，他是筑基修士，清楚今年试炼有变动，想给我行个方便。可我油盐不柴，他也不好明说，内部消息只能作罢。之后大半个月，我刻了2瓶氧气丹，已经摸到了炼气6层的门槛，就差临门一脚。可还没等我突破，宗门突然扔出炸雷。今年外门试炼全面改革，所有弟子必须3天内步行800里赶到飞鸿山脉，迟到直接算弃权。我当场就无语了。当初接我入宗时有大型非洲座，现在成了修炼者，反倒要靠2条腿赶路。800里对炼气弟子不算难，可保不齐路上有人动歪脑筋，迟到就弃权，这保不齐就是宗门故意设的第1道坎。正琢磨着，江思璇突然过来邀我同行，他身后已经凑了4个人，有秦风，还有2个炼气6层的修士，这配置路上根本不怕出事，他本就是走个礼节性过场。没想到我当场就应了，好啊。他脸色肉眼可见的僵了一下，随即挤出笑，那就太好了，希望咱们5个这次都能冲进前10。一路顺风顺水，第3天中午我们就顺利到了飞鸿山脉外围的集合点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次试炼之所以这么狠，全是因为南边的魔灾。外门长老陈天阳布置场地时，发现宗门居然放了炼气后期的鬼面珠，当场就急了。可另一位长老直接说，上面已经批了，能接受个别弟子伤亡。映月仙宗已经被魔修击溃，再过几年魔灾就要烧到咱们黎州了。宗门这是急着拿命筛人，给弟子练实战。试炼规则很快公布，7天内穿越布满灵兽的飞鸿山脉，击杀灵兽，取出腹中的积分玉牌，积分低于6分，或是没按时抵达终点的，记过1次，累计3次直接取消内门晋升资格。各分院积分前10，直接成为内门种子。第1奖励任意1门玄级法术，2、3名选指定玄级法术，4到10名任选黄级法术。陈管事特意叮嘱我们，别小看黄级法术，同修为下专精黄级法术的，能把只会基础法术的吊着打。旁边的陈天阳长老也补了句，法者长生之道，术者护道之器，都记牢了。趁着休整，我赶紧温习了一遍氧气吐纳法自带的5个5行小法术：金光术、木藤术、水疗术、火球术、土遁术。看着普通，可架不住我的海克斯能强化。之前我去修炼室试过1次，全力一发火球术，直接把能扛数千次攻击的精炼玄铁杯烧出个大坑，吓得我直接溜了。负责检查的弟子压根不信是炼气期弟子干的，只当是杯质量有问题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所以这次试炼，我对自己的实力门清，甚至巴不得难度高点，好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。2分院要第2天才出发，我踏踏实实睡了个好觉。第2天集合时，才发现好几个师弟脸色惨白，一宿没睡。陆师兄，你咋一点不紧张啊？我昨晚就睡了2个时辰。跟我灵田挨着的刘师弟凑了过来，声音都在抖。我听说你分院出事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没等我细问，辰时3刻，陈管事黑着脸召集了所有人，直接扔了个更炸的消息：这次试炼有性命危险，不想参加的1个时辰内来找我退出，
我不瞒你们，昨天1分院的弟子进山，一位炼气5层重伤，还有一位炼气4层的新弟子遇到了鬼面蛛，已经确认死亡。底下瞬间炸了锅，鬼面蛛最低都有炼气7层的实力，还会吐蛛网困人，除了火攻几乎没弱点。宗门这是真疯了，我默默记下，回去一定要补补修仙界的常识。不过鬼面蛛怕火，我正好有火球术，倒也不用太慌。午时出发前，我去了营地外围的地摊，想讨点护身的符箓。结果鬼面蛛的消息一出，火属性符箓直接被抢空，就连平时1块零15张的清身符，现在都敢卖1块零11张，坐地起价玩得明明白白。我正准备咬牙掏钱，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这不是陆师弟吗？我正好有多余的清身符，你跟我来，我分你几张。”是陈光玉跟我们一起赶路的炼气6层师兄，也是陈管事的远房侄子。他把我拉到没人的角落，直接掏了6张清身符，1块零10就卖给我。我谢过他，刚要走，他话锋一转：“我听叔叔说，师弟是个可造之才，过试炼肯定没问题。我这有桩生意，师弟感不感兴趣？”他伸出3根手指：“你这次试炼多出来的积分玉牌，每1分我给3块零10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”我当场就懂了，玉牌没名字，谁拿着算谁的。他这是要收积分冲第1，拿玄级法术奖励。我本来就没打算争前3，毕竟1块玉牌3块零10，比排名那点补贴划算多了，当场就应了下来，还特意追问了一句：“师兄当真有多少收多少，到时候我拿过来，你可不能不认账。”陈光玉笑得不行，满口答应，估计心里早把我当成了没见过世面的炼气5层小修士，觉得我拿不了几个积分。正午时分，2分院的弟子集合出发，早上就有4、5个师弟直接退了试炼。抽签选了进山的小路，宗门没禁止组队，可大家都清楚，人多了灵兽根本不敢露面，最后谁都拿不到积分，所以一大半人都选了单走，剩下的也最多2组队。飞鸿山脉里全是瘴气挡视线，100丈外就看不清东西。炼气7没法用神识，所有人都只能放慢速度，小心翼翼往前挪。进山没多久，我就遇到了一个往回跑的张师弟，大腿被刺伤，脸色惨白。他见了我赶紧叮嘱：“陆师兄，前面小溪有只双尾蝎，一只能破金光术，一只能绕开土遁，我差点就栽在那儿了，你千万别走那条路。”我谢过他的提醒，掐好金光术的手诀，把清身符捏在手里，做好了万全准备。本来想绕路走，结果刚靠近旁边的草丛，2道破空声直接冲着我太阳穴就来了，是那只双尾蝎，居然埋伏在了草丛里。我下意识催动金光术，厚厚的金光瞬间附在体表，当当2声脆响，蝎尾狠狠撞在金光上，愣是没破防。我同时激发清身符，借着风势飞速后退，拉开距离，抬手就是一发火球术，拳头大的火球轰出去，直接从双尾蝎的左侧穿到了右后侧，撞在远处的石头上，炸开一团火星。我退出去2丈远，还准备接第2招，结果就见那只炼气5层的双尾蝎直挺挺地僵在原地，没了动静。风一吹，一股烤肉的焦味飘了过来，死了，一发就秒了。我这才彻底明白我的海克斯强化到底有多离谱。普通炼气5层弟子，就算拿飞剑都难击穿的灵兽甲壳，我一发基础火球术直接给穿了个透心凉。我从蝎尸里掏出积分玉牌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个5字，1分3块零10，这哪是试炼，这分明是来捡钱的。接下来的5天，我直接化身灵兽收割机，靠着海克斯10倍的法力恢复速度，我根本不用省蓝，金光术全程挂着，见着灵兽就是一发火球术，管你是炼气5层还是6层，全都是一发秒。受了药的灵兽凶性十足，可架不住我相尾打击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沿途的灵兽被我清了个干干净净，积分玉牌和灵兽材料，我用狐皮扎了2个大包袱，装得满满当当，只恨自己不是内门弟子，没有储物袋。我这边刷得爽，可把其他弟子坑惨了。秦风进山5天，连续找到6只灵兽，全都是被人一击秒杀，连炼气6层的尖毛熊都没能例外。他翻遍了现场，愣是没找到一点搏斗的痕迹，那尖毛熊甚至没来得及张开尖毛，就当场毙命。秦风直接破防了，认定是5大仙族的长老偷偷进山作弊，却压根想不到，这全是我这个炼气5层的小透明干的。不只是他，5大仙族的那些嫡传弟子也全遇上了同样的情况，一个个都以为是对手在搞鬼，互相提防。就在我搜完一个山洞，准备继续往前赶的时候，山脚下传来了打斗声。我翻过小山坡，正好看见一个粉衣姑娘拿着飞剑，把一只炼气6层的穿山甲打得奄奄一息。那穿山甲眼看就要咽气，我抬手就是一发火球，精准补刀，直接收下了这颗人头。喂，你是谁啊？这可是我先发现的灵兽。一道清脆的女声炸响，我闻声抬头，就看见一个身着粉色纱裙的年轻姑娘，提着金光闪闪的飞剑，正朝我走过来，一双杏眼亮得很。
正上下打量着我。我注意到对方上衣的轻纱之下，隐约透露出内衬上精细的绣花图案，那是以金丝银线勾勒而成的一幅礼乐河间图。得益于主人的胸怀宽广，使得图案看上去也活灵活现，格外生动。作为离火门的弟子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5大仙族之一苏家的象征。我抬手拱了拱，对着眼前的少女开口：“苏师妹好，我是2分院的陆离，请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抢夺灵兽的意思，只是刚好路过此地。我根本不缺这一只灵兽，身上的积分玉牌多到快装不下，犯不上为了区6点积分得罪这位苏家大小姐。况且看穿山甲的伤势和周围折断的树木，分明是她先动的手，这猎物让给她便是。”师妹，苏婉清好看的眉头一挑：“你什么修为，什么来头，叫我师妹？”我当场一怔，这次试炼的外门弟子修为最高也就炼气6层，苏婉清正处在这一档，而我最近杀炼气6层的灵兽跟杀鸡一样，早没把这境界放在眼里，刚才下意识就喊了师妹，确实失了礼数。不好意思，苏师姐，这好几天没看见人，一时之间叫岔了。我当即改口，又拱手道别。这穿山甲既然是师姐先遇到，那就是师姐的猎物，师弟只是路过，并非有意争抢。祝师姐接下来一切顺利，师弟先告辞了。苏婉清闻言侧身让开了路，两人交错的瞬间，她一眼就看清了我身后2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，那上面露出来的可是炼气6层的狐皮，再加上走路时包里玉牌碰撞的脆响，她瞬间反应过来，我就是那个把山脉里灵兽屠戮一空的狠人。等一下，你先别走。我刚迈出去2步就被他喊住，转身的功夫，他已经回头看完了穿山甲的伤口，眼神里全是震惊。那道贯穿穿山甲的火球术痕迹，哪怕没有他之前的消耗，也能一击秒杀这只灵兽。他瞬间就明白，我根本不是情报里那个走了狗屎运顿悟的废柴，而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下一秒，他迈着小碎步凑到我跟前，脸上瞬间堆起甜甜的笑。陆师兄，师妹刚刚只是开个玩笑。这穿山甲是师兄所杀，自然是师兄的猎物。哎，好像已经到中午了呢，师兄你饿不饿啊？他说着就从储物袋里掏出个木盒，非要拉着我一起吃午饭。我人都傻了，这才43克，离50还有半个时辰。再说我俩根本不熟。他这笑得跟偷到鸡的黄鼠狼一样，摆明了没安好心。我不是很饿，师姐你吃吧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我礼貌拒绝，转头就走。可他一个箭步就冲到我面前，张开双臂拦住了去路。等一下嘛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我听武教习说过你哦，比我早2年入门，但是一直停留在炼气1层的陆离师兄，对吗？他都认出我了，我自然不能再一走了之。没错，只是我现在才炼气5层，苏师姐请不要再跟师弟开玩笑了。我先点破双方的修为差距，把自己摆在弱势方。都说了之前只是玩笑嘛，师兄不要介意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婉清，来自碧河湖苏家，暂时属于4分院。我扫了眼他胸前绣着的婉清2字，点了点头反问：苏师姐，你对我的玉牌感兴趣？不，我对你感兴趣。他话一出口，又赶紧补了一句：我是说，我对陆师兄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猎杀这么多灵兽的手段很感兴趣。师兄方便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吗？不方便。我直接拒绝，换了个方向就要走。他直接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眼睛亮得很。陆师兄，先别走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我保证你一定会感兴趣，还能先给你现场演示。不等我反对，他就从储物袋里翻出一件斗篷，笑着举到我面前。当当当当，逆宗斗篷，只要穿上它，筑基之下的修士绝对无法看穿你的身份。就算遇到筑基修士神识探查，上面的预警纹路也会立刻提醒你。话音刚落，他展开斗篷遮住自己，瞬间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法力波动，连声音都变成了陌生的青年男声，跟之前判若两人。这东西是真的好，简直是闷声发大财的必备神器。我当场就动了心。什么交易？说来听听。先说好，不能再问我为什么能击杀灵兽。没问题。他摘下斗篷，笑得一脸灿烂。我的要求对师兄来说简单得很。第一，师兄卖给我一些玉牌，帮我争排名，咱们2个分院独立排名，根本没有竞争关系。第二，等师兄将来加入内门之后，要来支持我做这一代的首席弟子。我当场就乐了，卖玉牌给谁不是卖？至于首席弟子，那就是个虚名，我根本没兴趣争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可就说好了，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将来支持你当首席弟子。苏婉清瞬间松了口气，笑着伸手，一言为定。我抬手跟他击掌，驷马难追。为了稳妥，我们各自发了道新誓言，接着就愉快地完成了交易。他拿到了足够的积分玉牌，还有我这个未来的强力助力，我拿到了一大笔灵石。
还有这件极品逆宗斗篷，我俩都觉得自己血赚双赢，赢2次。我当场炼化了斗篷，披在身上，摇身一变，不管是容貌、气息还是声音，全都换了个样子。就算再遇到苏婉清，她也认不出我。这下好了，我完全可以隐藏身份，把手里多到用不完的积分全都卖出去。随后我披着斗篷，一边往前赶，一边找其他弟子做交易。没走多远，就在一处山泉边发现了熄灭的篝火和脚印，顺着脚印追过去，就看到草丛里露着个脑袋，有位师兄正闭目养神。这位师兄好，在下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遮住面容，请师兄见谅。我主动开口，我想跟你来做一笔积分交易。说着，我掏出一大把玉牌，可对面的师兄却瞪圆了眼睛，涨红了脸，嘴里发出支支吾吾的呜咽声，拼命朝我眨眼。不对劲，我当即放出金光术护住周身，警惕地后退2步，环视一圈，故意大喝一声：“哼，原来是你，出来吧！”周围静悄悄的，根本没人跳出来，只有那位师兄还在疯狂摇头呜咽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哥们是被制住了。可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没散去金光，依旧一步步往前靠近。就在我离他不足1丈远的时候，异变陡生，眼前的师兄突然张开血盆大口，一条又尖又细的口气狠狠扎在我的金光护罩上，只差半寸就能洞穿我的喉咙。是鬼面珠，这玩意儿居然能伪装成修士的样子，骗了我个正着。这鬼面珠有炼气7层的实力，甲壳硬的离谱，居然扛住了我一发火球术，触发了法术的2段爆裂。可他没想到，我的法力运转速度是普通修士的10倍，出手速度快了整整3倍。没等他吐出蛛网，第2发火球已经精准射进了他的嘴里，轰然炸开。紧接着第3发火球紧随其后，直接把他的头颅烧成了灰烬。时息不到，这只连炼气6层修士都能轻松猎杀的鬼面珠就被我彻底击杀。我剖开他的肚子，先是翻出了一颗沉甸甸的金色内丹，紧接着又找到了一堆积分玉牌，一把被腐蚀的制式飞剑，还有一个毫发无损的灵光玉盒。用水疗术冲干净玉盒，注入法力打开，里面居然躺着一颗极品1阶丹药合元丹。这玩意儿一颗就要10块灵石，能辅助修士突破境界。我这几天高强度施法，法力本就大有精进，有了这颗合元丹，我有99%的把握直接突破炼气6层。我小心翼翼收好东西，披上斗篷，继续赶路。终于在第7天中午赶到了山脉北端的山谷出口。谷口被几个2分院的熟面孔站着，我披着斗篷，他们根本认不出我。刚走过去就被人伸手拦下。怎么，有事儿？我开口问道。旁边的王师兄赶紧拉住要呵斥我的师弟，笑着递上酒葫芦。这位师兄赶路辛苦，请来喝点黄酒解解渴。我摇了摇头，直接掏出一大把玉牌。酒就不喝了，倒是有一桩生意，几位师弟感兴趣吗？1分换3块灵石，只要你们愿意，这些积分都归你们。几人当场就惊了，看着我手里的玉牌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最后5个人凑了灵石，只敢跟我买了1块5分的玉牌，那架势跟给我交过路费一样。等我走出山谷，在拐角处脱下斗篷，直奔营地外约定好的地摊。找到了等着收积分的陈光玉，他的摊子上就摆了几张贵得离谱的符箓，明摆着就是装样子，专门等着收我的积分。我想了想，只拿出了72分的零头，装在包袱里走了过去。陈师兄，我来了，你看看这些材料，你要不要？是陆师弟啊，我看看。陈光玉接过包袱，手猛地一沉，眉头瞬间皱了起来。等他打开包袱，看清里面的玉牌，当场就绷不住了，压低声音爆了句粗口。眼看周围的人看了过来，又赶紧打圆场。你这狐皮挺好，哈哈，挺好。那陈师兄，这里面的材料你还收吗？这个，师弟稍等，我检查一下啊，稍等。陈光玉赶紧低头清点，包袱里足足72分，价值216块灵石，他眼睛都瞪直了。他这次试炼倒霉透顶，自己只弄到14分，摆摊也只回收了40分，本来连前3的门槛都摸不到，我这一包袱玉牌直接给他把积分缺口填满了。可他转念一算，又动了歪心思，眼珠一转，开口。陆师弟啊，你这次的运气是真不错，居然能遇到这么多灵兽。可是师兄这身上没带那么多灵石，要不你看师兄收你50积分怎么样？师兄，你不是说有多少要多少吗？师兄当然说话算话，只是手头确实没钱。师弟要是愿意的话，剩下的灵石师兄可以给你打个欠条，你看是？我听了都想笑，这种不光彩的生意肯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真要是拿了陈光玉的欠条，跟拿张白纸没区别。他要是耍赖，我总不能拿着欠条去陈家要账，真闹到宗门高层那里，我连实话都不敢说，搞不好直接被关后山禁闭10年。那倒不必，既然师兄只带了50分的灵石，那就只算50分吧。话音刚落，陈光玉立马从怀里掏出150块灵石递过来。陆师弟，来，你数数。
我清点无误取回自己价值22分的玉牌，拱手告辞。紧接着，我找了个无人角落，披上斗篷就绕了回去。我心里门清，想收玉牌的绝不止陈光玉一个。我攥着2块玉牌，专挑衣着华丽、位置偏僻的摊位试探，专盯炼气中期的摊主，都是跟我一起参加试炼的同门，大概率缺积分。就这么一圈下来，我又散卖出去了46分。这动静很快就被宋忠明盯上了。这位宋家11房的长子，这次试炼倒了血霉，只捞到20分，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怕自己成了2分院7个炼气6层里唯一没进前10的人，脸都丢尽。他正好撞见我披着斗篷卖玉牌，眼瞅着我一块接一块递出，立马动了心思。我刚推销完一圈，准备换个地方，就见这位衣着华贵的公子哥主动迎了上来。这位师兄，你手里还有积分吗？有，你要几分？我要很多，非常多。师兄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宋忠明左右扫了一圈，拉着我去了没人的小树林，一开口就要包圆。这位师兄，我是宋家宋忠明，你手里剩的积分玉牌我全要了。我晃了晃手里的包袱，听着里面玉牌碰撞的声响，直接开价。宋师弟，积分我有的是，1分3块0食管够。宋忠明先是被这动静镇住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合着就是我们这帮人把零售清了，害他只拿到20分。但他也顾不上计较，积分要紧，直接掏出3块中品零食拍在我手里。我要100分。这下轮到我肃然起敬了，1块中品零食抵100块下品零食，平时想换都得加价，这才是真有钱人。我立马数了100分的玉牌，还额外加了2分零头。宋师弟爽快，多出来的算赠品。交易完目送他走人，我心里直呼过瘾。这一波下来，我身上只剩74分积分。随后我直奔营地，塞给负责登记的内门师兄2块零食。摸清了当前的排名，第一江思璇113分，第8名56分，第10名才39分。本来拿个56分就能稳第8，等陈光玉和宋忠明交了积分，顶多把我挤到第10。但稳妥起见，我还是多留了容错，定了65分上交。拿下靠前的位次绰绰有余，剩下9分还能再卖一笔。我一直守到试炼截止前半个时辰，确认没意外才进去上交了65分。第二天一早，披着斗篷把最后9分也卖了个干净。这趟试炼我靠着海克斯强化，直接赚了4块中品零食加330块下品零食。普通炼气中期弟子20年不吃不喝都攒不下的家底，全进了我的狐皮包袱。钱到手，我一门心思全扑在了修炼上。回了营地没了危险，我直接吞了合元丹。不愧是极品1阶丹药，药力下肚，直接化作精纯灵气，丹田都跟着发胀。我运转功法，只3个大周天就顺顺当当突破到了炼气6层，剩下的药力还帮我把新境界稳得死死的。转眼就到了公布排名的日子，本轮试炼前3是宋忠明、刘本新、江思璇，我卡着提前量，稳稳拿了第9名。也直到这时我才知道，跟我一起种灵田的邻居刘本新，居然是平原刘氏的人，有灵直夫的独门传承。而花了大价钱收积分的陈光玉，直接被挤到了第4，痛失玄级法术，脸当场就黑成了锅底。这次的前10直接震碎了全2分院同门的3关。除了7个炼气6层的师兄，剩下3个就是刘本新、江思璇还有我，唯一一个赛前只有炼气5层，没半点家族背景的人。午觉席之前天天拿我当例子宣传，再加上我之前连破境界，本就在2分院内小有名气，这下直接成了全场焦点，所有人都盯着我。想知道我到底凭什么？陈管事压下议论，开始分发奖励。前3的玄级法术发完，就轮到我们从5本黄级法术里选。其他同门，尤其是大家族出来的，眼都不眨就选了增加法器契合度的3星协同术，连排名第10的师弟都跟着抄作业。但我没随大流，我有斗篷，不缺练习手段，有海克斯加持，攻防也够用，唯独缺探查本事。那本能估算他人实力的观星望气术，才是眼下最适合我的。于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拿起了观星望气术，成了全场唯一一个没选3星协同术的人。这下所有人的目光又齐刷刷盯在了我身上。有人觉得我不合群，有人开始瞎猜，觉得我有隐藏背景或是有厉害的法器，甚至有人觉得我作弊了。江思璇依旧觉得我只是运气好，觉得运气撑不了多久。刘本新却打心底佩服我，觉得我半年如一日的苦修有今天全是应得的。而苏婉清在得知我只拿了第9，只上交了65分之后，直接懵了。她亲眼见过我那一大包积分，本以为我稳拿第1，结果我居然放弃了玄级法术。她思来想去，认定我是看不上玄级法术，有更好的传承，直接派人盯了我，赌我1个月内突破炼气6层。3天后，我们赶回了离火门。回来第2天，陈管事就组织了试炼经验交流会，刚开口让大家自由提问，就有个李师弟猛地站起来，盯着我就开怼：管事，我想请陆师弟说说，他凭什么能击杀那么多炼气6层的灵兽？他明明只有炼气5层，却上交了好几块炼气6层的灵兽玉牌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的质疑声瞬间就压不住了。陈管事也转头看向我，点名让我分享经验。
我站起身，先冲着那李师弟放出炼气6层的气息，淡淡开口：“首先纠正一下，你现在应该叫我师兄。”全场瞬间炸了，陈管事都惊了，立刻放出神识查探，确认我真的到了炼气6层，又惊又怒：“胡闹！我有没有说过突破要找安全的地方？你能成功突破是好事，但这习惯要不得。回去把宗门弟子守则抄一遍，后天交上来。”训完话，他才反应过来不对劲，盯着我愣了半天。底下的同门早就窃窃私语，炸开了锅。别人3年能到炼气6层都算天才，我入门才半年，就从炼气1层冲到了炼气6层，这简直离谱。陈管事也忍不住问：“你该不会又顿悟了吧？”我面不改色点头：“在山脉里和灵兽对战，突然就多了一些感悟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直接喧哗起来。别人一辈子都遇不上一次的顿悟，我1年来了3次，这还有天理吗？陈管事看着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这哪是普通弟子，这是妥妥的筑基种子。而之前记恨我藏积分，害他丢了前3的陈光玉，看到我突破炼气6层，人直接傻了。他本来还想着找机会报复，结果眼瞅着宋忠明和刘本新都对我动了心思，瞬间就怂了，转头就去琢磨跟姜思璇的联姻去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姜思璇此刻正盯着地面出神。之前他一直觉得我全靠运气，可现在我半年冲到炼气6层，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，茫然得很。陈管事轻咳2声，压下场面，宣布散会，单独叫住了我：“陆离，你跟我来。”我跟着他左拐右绕，到了侧山的小花园。竹屋前，他让我稍等，自己进去找他三叔外门长老陈天阳。很快他就笑着出来，让我进去。我跟着进了厢房，就见陈长老坐在那里，面前放着测灵根的法器，一见面就招呼我：“你就是陆离，来用手握紧这个珠子。”我老老实实伸手握住，淡绿色的光芒亮了起来，其余颜色的微光暗淡的几乎看不见。竟然真的是下品木灵根！陈长老亲手测完，满脸惊叹：“当年赵安靠运气捡到玉彩参，半年突破炼气6层，我以为这记录没人能破，没想到你比他还快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”我连忙拱手：“弟子不过是运气好些，侥幸罢了。”陈长老摇摇头：“侥幸？我看你这可不只是侥幸。修仙界有气运之说，有些人天生受上天眷顾，被称为天命之子。你虽算不上天命人，却也有气运傍身，利用好了，将来筑基有望。”我心里松了口气，还以为我的海克斯被发现了，原来是说这个。陈管事在一旁听得眼睛都亮了，在黎州能筑基就是响当当的大修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陈长老一直观察着我的神色，见我听到筑基有望，依旧面色如常，更是满意，当即从腰间取出一颗明珠：“我看你2年内就能突破炼气后期，升入内门，到时候少不了要出去做宗门任务，这颗金光珠就提前送你，到时候也算个助力。”陈管事连忙给我使眼色，我赶紧道谢收下。他又叮嘱这珠子要以气养气，常戴在身上才能用得顺手。紧接着陈长老又拿出一朵紫桃花：“你半年连续突破，气息难免虚浮，这紫桃花能固本培元，最适合你夯实根基。吞服之后立刻运转功法，散开药性，最好留足2个时辰的运功时间，别浪费了。”我双手接过，再次道谢。陈长老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叮嘱我戒骄戒躁，还给我讲了江存刚、宋忠文2位优秀同门的事迹，让我以他们为榜样，早日升入内门。我一一应下，恭敬回话：“弟子记下了，日后必定以这2位师兄为榜样，争取早日升入内门。”陈长老闻言笑得更亲切了：“你之前突破炼气5层时，治安就跟我提过你，当时我就跟他说过，很看好你的长远发展，现在果然应验了。”一旁的陈管事瞪大了双眼：“你当时是这样说的吗？你明明说的是他没有培养价值，不过他还得帮忙圆谎。”“是啊，当时三叔就认为你有潜力，你以后可要好好修行，不要辜负三叔对你的期待。”我立刻躬身表态：“弟子一定严于律己，专心休息，争取早日突破炼气后期。”几句家常过后，陈管事便带着我告辞。刚出花园，他抬手就取出一个小玉瓶塞给我：“我手边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这瓶集气丹你拿着。”集气丹比氧气丹效果强出1倍，是实打实的修行好物。我刚要开口道谢，他直接抬手打断：“不必跟我客气，牢记长老对你的点拨就行。我就近还有事，你自行回去吧。”我目送他上了宗门顶峰，才转身回了2分院的住处。失恋前后大半个月，我的身家翻了数十倍，怀里塞得满满当当，终于有空清点一番。
除了灵石试炼里拿到的疑似内丹注物盒、逆宗斗篷、观星望气术，再加上刚到手的金光珠、紫桃花、集气丹，差点把我怀里撑爆。我现在只盼着快点升入内门，领个宗门发的储物袋，再也不用这么狼狈。有紫桃花和集气丹加持，升内门的日子不会太远。但眼下有件头等大事，必须先查清这颗金色小球到底是不是真的灵兽内丹。这玩意儿要是真的，不管是我冲炼器后期，还是日后冲击筑基，都能起到逆天改命的作用，绝对是我这次试炼最宝贵的收获，没有之一。可外门弟子没权限进主峰总藏经阁查这种机密资料，好在我在宗门摸爬3年，早发现了个漏洞。藏经阁1层的杂书区，各类传记、游记、画本都放在这儿，对所有弟子免费开放。这些内容虽有失真过时，却也是个找线索的好去处。接下来3天，我一头扎进杂书区，翻遍了所有跟内丹沾边的内容，终于在第4天从一本名为《泉州行》的画本里找到了关键线索。画本里写着，未筑基的灵兽有极小概率在受刺激后血脉返祖，提前结成内丹。这些内丹有残次半成品之分，可一旦是完好的真内丹，价值甚至远超普通筑基灵兽的内丹。觉醒真内丹的灵兽，9成8都能成长为金丹大妖。更巧的是，书里还详细写了辨别真内丹的冷门技巧，我当场把法子背得滚瓜烂熟，转头就往房市赶，采购测试要用的材料。可一到坊市，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原本热闹的街道，如今1/3的铺子大白天都关着门，剩下的也生意惨淡。找了个卖火兰花花蕊的小摊，小贩张口就要10块灵石1两，比去年的价格翻了整整10倍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当场就怼了回去。小贩一脸委屈，说商队已经连续7个月减少，坊市到处断货。我半信半疑，绕着坊市转了一圈，才从路人的闲聊里摸清了真相。泉州的正道大派映月仙宗被魔教神火教打崩了，泉州9成以上的地界沦陷，商路直接被切断，连带着黎州这边也受了波及。火兰花花蕊是测试内丹的必需品，再贵也得买。兜兜转转回到小摊，我直接砍价，7块灵石1两，这里的货我全要了。你这花蕊新鲜度最值钱，拖上2个月，价值直接腰斩，摆到猴年马月都未必卖得完。小贩咬咬牙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就这1斤2两花蕊，花了我84块灵石，再加上其他几样材料，前后后砸进去133块灵石，相当于我3年半还要多的月俸。这次是真的下了血本。回到住处，我按画本里的法子把所有材料磨成粉，装进小瓮，兑上灵泉，再把那颗金色小球放了进去，按照固定间隔，我用法力连续刺激了3次。一开始小球沉在水底毫无动静，下一秒它突然散发出一股筑基妖兽才有的威压，紧接着便开始疯狂吸纳周围的火属性灵力，水面瞬间沸腾，小球直接腾空飘起，散发出刺眼的红光。画本里写的明白，残次品内丹只能吸纳3两火兰花，半成品6两，而成品能吸纳1斤以上。眼看着小瓮里1斤的花蕊粉末被吸得干干净净，红光把整间屋子都映得通红，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真的是完整的真内丹，这下发大财了。狂喜只持续了1瞬，我瞬间冷静下来，真内丹价值连城，一旦泄露必然招来杀身之祸，必须往死里保密。我立刻取出注物盒，把内丹严严实实封存起来，除非突破炼器后期和冲击筑基，否则绝不开封。刚清理完所有测试痕迹，平复下激动的心情，我才想起兜里的紫桃花正准备吞服，门外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，还有个娇俏的女声：陆师兄，你今晚有空吗？我来请你吃饭啦。是苏婉清，她怎么来了？我只开了个门缝，一脸警惕。苏师妹，你有什么事？师兄，走，我订了白玉坊的招牌菜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自己去吧。我直觉这姑娘没安好心，能躲就躲。别急着拒绝呀，我还给师兄准备了礼物，保证你一定会感兴趣。她笑得胸有成竹。亏我特意给师兄找了一份青木灵液，现在看来只好拿回去浇花了。青木灵液这玩意儿对我现在的修行用处极大，我当场改了主意，跟着他去了白玉斋。包厢里除了苏婉清，还坐着个穿蓝马褂的青年，身上散发出炼气8层的气息，腰间别着一把水属性飞剑，正是他二哥苏元鹏。从我进门起，他就头也不抬的把玩着手里的玛瑙珠子，张口就对：你长相看着也普普通通嘛，不是小白脸，怎么就骗了我妹妹的法器？话音未落，他直接施展秘术，把修为压到了炼气6层，要跟我动手。结果毫无意外，他被我一招火球术直接干败。我一口咬定这就是最普通的火球术，苏婉清却眼睛都亮了。在他看来，能把平平无奇的火球术玩出这种碾压级的威力，绝对是传说中的天级法术。他本来以为我只有地级传承，没想到直接是天级，看我的眼神都在发光。苏元鹏在旁边看得眼角直抽，却也认了栽，他是个输得起的人。没仗着修为高，背景硬耍横，反而直接走过来给我鞠了一躬，态度诚恳的道歉：陆师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我收回前面冒犯的话，请你原谅我的鲁莽。说着，他双手递上3样东西，装有青木灵液的琉璃瓶、一本功法秘籍，还有一瓶集气丹，全是赔礼。我也不跟他客气，伸手全接了过来。没关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苏婉清也把他准备的那份青木灵液递了过来，我一一收下，道了声谢。苏元鹏非要拉着我喝酒赔罪，苏婉清也在一旁帮腔，我推都推不掉。期间，苏婉清特意拿来一壶叫利谷泉的灵酒，说能增补气血，强身健体。入口柔和，没什么酒味，我没多想就多喝了2杯。谁知道这酒后劲这么猛，大半壶下去，我直接断片了。只记得最后自己走回了住处，后面的事全忘了。第2天正午，我被太阳晒醒，浑身酸痛的像被碾过一样，一动都动不了，在床上躺了一个时辰，我才勉强爬起来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拿起床头苏婉清非要我带回来的饭盒，一口气啃了8个烧饼，才在饭盒最底下发现了他留的一张小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，利谷泉不仅能断体，还有一层隐藏功效，填补修饰经络，大幅提升突破炼气后期的成功率。本来是准备跟我交易的，这次就当赔礼了。我当场运转氧气吐纳法，果然发现法力运转比以往顺畅了不止1倍，突破炼气后期的难度直接降了1半。这玩意儿能给普通修士省好几年的苦修，就算是我也能省掉好几个月的积累。本来突破炼气后期需要1年，现在我只差最后一步了。只要一切顺利，我有把握在1个月内完成突破，晋升内门弟子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苏婉清轻飘飘的声音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。陆师兄，我先走了。刘本心同往常一样，早早整理完灵田，与田边打坐的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前往了宗门的修行室。他不缺修行室的使用费用，因此总会来修建在灵脉上的修行室里修炼，那里灵气浓度更高，引气入体的效率也远超别处。而我这个邻居刘本心受了我的刺激，也咬着牙加了每日的修行时长，一门心思要冲到炼气6层。他打心底里佩服我，毕竟从飞鸿山脉回来，我只花了几天补了些灵兽相关的知识，转头就扎进了苦修。每天除了打理灵田，剩下的时间全在打坐。他试过照搬我的节奏，可没2天就扛不住了。炼化灵气本就是件极度枯燥的事，引气入体，按法门炼化成法力，循心法运转周天，剩下的只有无限重复。这事重复10遍不难，100遍就难免烦躁，1000遍万遍简直是酷刑。他想不通我哪来这么强的自制力，殊不知我根本没他想的那么神。我能这么自律，全因为每修1天就能实打实感受到自己往前迈了一大步。尤其是服了紫桃花和集气丹后，我的修行速度直接飙到了普通修士的15倍，实际收益更是将近30倍。修行1天抵得上外门同门苦修1个月，这种源源不断的正反馈自然让我有使不完的劲。大半个月的日子就这么一晃而过，直到这天陈管事找上门来。陆离，今天有个庆功宴，你去不去？我刚从1人高的灵道里钻出来，满脸懵。谁的庆功宴？你居然不知道？陈管事满脸惊讶。前几天3宗联合大比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我还说怎么在黑石县没见着你。我眨了眨眼，也没人跟我说。陈管事宽慰了我2句，说这次是预售大赛，我没预售，错过了也不碍事，又顺嘴劝我多跟同门走动，不然也不至于对这种大事一无所知。接着他跟我说，这次3年1届的3宗联合大比，咱们离火门的宋中文夺了魁首，宋中明也拿了第10，宗里给兄弟俩办庆功宴。宋中明是咱们2分院的弟子，他打算去庆贺，约我下午有时3刻在分院门口集合，还让我顺路通知秦风和刘本心。我应了下来，转头就在修行室找到了刘本心，跟他说了庆功宴的事。刘本心闻言当即感叹，宋家在御兽一道果然独树一帜，黎州下一代御兽第1人多半还是宋家的。我顺势打听才知道，宋家老祖本就是靠御兽起家，手里有一只战力极强的筑基灵兽，还修了一手和灵兽的合击秘法，凭着这份底气入了商队，一边养灵兽一边做贸易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是如今离火门最富的家族。路上他又跟我科普了离火门的5大家族：新晋江家丹术高超，平原刘家专精灵田，老牌陈家丹气双绝，南湖苏家礼乐荷花，御兽宋家富不可言。紧接着我们就到了宗门主峰的庆功宴现场，刚落座，一个声音就凑了过来：陆师兄居然也来了，我还以为陆师兄忙着休息，顾不上参加这些小事情。说话的是李四宝，我对他有印象，飞鸿山脉北端山谷出口拦路的就是他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半个月不见，他居然突破到了炼气6层。此刻正故意散出修为气息，满脸得意，看向我的眼神里还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。我笑着拱了拱手，原来是李师弟，恭喜师弟修为突破，再进一步。他撇了撇嘴，语气敷衍地应了一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来找茬的。我当时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后来才知道，半个月前他就被一个神秘人用能快速突破的灵丹收买，接了个任务，合情合理地教训我一顿。
对方的真实目的是借着冲突试探我的真实实力，再决定要不要执行针对我的减脂行动，一项专门清除非家族出身却展露了成长潜力的外门弟子的清除计划。李四宝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就走上了绝路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跟我结下梁子。宴会到了祝贺环节，宋家兄弟在老祖的带领下分享了预售心得，众人的话题也全绕到了灵兽身上。刘本新转头看向一直沉默干饭的我，主动开口：陆师兄，如果是你，会选择什么品种的灵兽？李四宝瞬间来了精神，眼睛都亮了，就等我开口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要站出来抬杠挑事。我放下筷子，抬手指了指宋风明老祖身边那只龙血玄龟，平淡答道：我也不知道品种，总之就是那只。李四宝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话都到嘴边了，突然反应过来这是宋家的庆功宴，周围全是宋家族人，这只玄龟更是他们老祖的心头肉。他要是敢喷一句，当场就得被打个半死丢出去。陈管事看向他：李四宝，你突然站起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他扯出个牵强的笑，扯谎说腿抽筋了，才悻悻坐了回去，脸都憋绿了。陈管事笑着打圆场，夸我有志气，又说这龙血玄龟全黎州仅此一只。我这个目标可不是一般的难实现。这话刚落，旁边的陈光玉突然高声开口，话里全是酸味：陆师弟颇有悟性，突破境界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，指不定在3-5年内就能突破至筑基期，自然要把眼光放高点。我心里门清，他就是见姜思璇刚才盯着我看，妒火中烧，才故意拿话挤兑我。李四宝见状大喜，终于逮到了机会，立马跟着煽风点火，话里话外阴阳我清高自傲，看不起同门，还假惺惺的道歉，实则把矛盾往大了闹，恨不得全桌人都知道我们俩不对付。我淡然一笑，开口回应：陈师兄说笑了，先入为奸，突破境界实属不易。至于李师弟所言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我不过下品灵根，哪里有什么天赋才情，能依靠的唯有加倍修行，以勤补拙。刘本新立马站出来帮我佐证，说我每日苦修不少于6个时辰，全是他亲眼所见。转头就对着李四宝一顿怒怼，骂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场面瞬间剑拔弩张，陈管事当场厉声喝止，罚了陈光玉、李四宝、刘本新3人回去面壁思过1天1夜。刘本新冲我笑了笑，潇洒起身就走。陈光玉被陈管事瞪了一眼，灰溜溜的离了场。只有李四宝走之前还故意冲我露出阴狠的神情，嘴里不停嘟囔着放狠话，生怕旁人看不出我们结下了死仇。他倒是开心，觉得完美完成了第1步任务，可我心里却警铃大作。我和他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顶多算个点头之交，他这反常的敌意绝对有问题。宴会后半成气氛尴尬，我和秦风依旧埋头干饭。酒足饭饱后，我婉拒了后续交易会的邀请，直接回2分院。眼下什么都没有提升实力重要，我已经摸到了炼气7层的门槛，只差最后一步。我盘膝打坐，摒去杂念，熬了一整夜。金秋9月的凉意浸满屋子，我却浑然不觉。直到清晨第1缕阳光划破天际，紫气东升，我猛地睁开双眼，体内法力奔涌，热腾腾的白气从身上散出。我成功突破到了炼气7层，正式迈入炼气后期。下一秒，3张闪着金光的卡片出现在我面前，3个选项摆在眼前，先苦后甜。当你失去50年寿命之后，获得4件随机法器，冥想哀。你只要没有携带任何法器，就可以每刻钟回复1道法力，买1送1。你每炼制出1炉丹药，额外获得1炉完全相同的丹药。第1个选项直接被我 pass， 50年寿命换4件法器，纯属脑子有病。第2个冥想虽强，但我现有的能力已经足够覆盖法力恢复，性价比太低。唯有第3个买1送1，看似是炼丹师专属可炼丹的3大难题：传承、成本、耗时，我刚好都能解决。内门弟子能免费领取丹书，之前试炼攒的灵石足够当启动资金。斗法我也有足够的底气，根本不怕耽误修行。我果断选择了买1送1，借着突破的余韵运功巩固修为。到了炼气7层，我的丹田容量终于扩张到了15道法力。有了这份底气，我终于能真正参与斗法，接宗门任务，也不用再看护灵田，能领取更高的月俸。我刚回屋躺下，不到10息，屋外就传来了动静。罚了1天1夜的李四宝手里拎着一瓶灵酒，大摇大摆地摸到了我的屋外。此时左邻右舍都出门忙活了，四下空无一人。他猛灌了几口酒，拔出腰间的飞剑，挑开门栓就冲了进来，对着我的床就砍。我瞬间睡意全无，双腿发力踏碎床板，一个睡子翻身落到窗边，掐动金光术唤出护体金光，看清来人厉声喝问：李四宝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一声，手中掐诀凝出数片冰冷，冲着我激射而来。我祭出土遁挡下攻击，左手抬手就扔出一发火球，直冲着他面门而去。他举剑格挡的瞬间，火球直接轰穿了飞剑，狠狠砸在他的丹田上，巨大的冲击力带着他狠狠撞在身后的墙上。
他低头看着自己肚子上的窟窿，愣了3息，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随即甩出木藤，把他牢牢捆在半空，掌心重新凝出一颗火球，直接怼到了他的眼前，厉声喝问：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老实实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来找我麻烦？”他还在嘴硬叫嚣，拿宗门规矩压我，说要去执法殿告我。可话没说完，就猛地喷出一口黑血。我瞬间察觉不对，他体内藏着剧毒，已经深入了经脉。我立刻撤了木藤，用水疗术帮他洗出体内的毒素，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。看着地上那滩漆黑的毒血，李四宝彻底慌了。他吞下丹药，几法水疗符全都无济于事，只能瘫在地上哭着求我救他。终于吐了实话，他交代了神秘人收买他的全过程，也说了对方的真实目的是要借着他试探我的底细，甚至要除掉我。而他是唯一见过那个神秘人真容的线索。我很清楚，他不能死在这里。一来断了线索，二来他死在我的屋里，我只会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我再次用水疗术稳住他体内的毒素，抬手一发火球，点燃了远处最高的那间屋子的屋顶，希望能尽快引来其他人。而此时的陈管事正满心烦躁，昨天参加完庆功宴，他就被家族的几位族老喊去谈话，话里话外都是要他辞去2分院管事的工作，回族里钻研炼丹术，应对江家日益激烈的竞争。陈家号称丹气双绝，可自从江家崛起，大半的丹药市场都被江氏占据，利润跌了一大截。更糟的是商路断绝，陈家的炼器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黎州的灵矿炼器生意本就靠外销，如今神火教站稳了脚跟，商路3-5年内都未必能恢复。2个月前，陈家就已经和另外2宗的炼器家族达成协议，共同削减法器产量。理所当然的，炼器带来的收入也随之下降了特别多。家里的几位族老一盘算，陈管事作为筑基修士，居然还没有学习任何技艺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族老们轮番找他谈话，尤其看了宋家后辈的表现后，更是软硬兼施，逼他学炼丹为家族创收。陈管事想靠多交3成灵石推脱，却被族老们一口回绝，只劝他扛起家族丹药生意的担子。正闹得他头大如斗，眼前竟突然窜起一团真实的火光。10息之后，一道浅白色剑光轰然落下，陈管事挥手冰封整座屋顶，抬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我。我正拼尽全力用水疗术压制着李四宝体内疯狂蔓延的剧毒，他已经气若游丝，半只脚踩进了鬼门关。他几步上前，一边扣住李四宝的手腕查探伤势，一边沉声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松了口气，这毒比我想的霸道太多，最多半个时辰就要侵入心脉。陈管事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立刻回话，回管事，弟子今早正在休息，李四宝突然闯进来对我出手，交手时被我打伤，转头就中了这不知来路的毒。他自己交代是有人指使他来的。李四宝一听，拼尽最后力气嘶吼：管事救我，毒就埋在右墙角，我还剩半瓶，求您救我。陈管事面色平静，先问他是谁给你的酒。李四宝挣扎着摇头，我不知道名字，但我认得他的脸，等我好了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陈管事转头看向我，你最近得罪过什么人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李四宝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毒素没了水疗术的压制，正疯了一样往心脉钻。他急得目眦欲裂，连声求着先救他。可陈管事没动法术，只从储物袋里取出一颗丹药。那丹药看着和普通氧气丹没两样，却散着一股清奇的药香。我只闻了一口，就觉浑身通透。李四宝眼里也瞬间燃起了求生的光。陈管事盯着他，语气平稳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。你体内的毒太过霸道，我没别的办法，只有这颗家传秘药能救你，但它很贵，比你的命贵。